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你问了 ChatGPT 一个问题，它给了你一个完美的答案，你复制贴上，然后5分钟后，你完全想不起来那个答案到底说了什么。如果你有，那你并不寂寞。我也是一个 AI 的重度使用者，写报告、想点子、做主题，我几乎每天都在用它。我曾经为这种效率的提升感到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像是拥有了一个超级大脑。直到看到这份访谈，我的背脊瞬间凉了。那份访谈说，当人们使用 ChatGPT 协助写作时，大脑的活动水平比自己动手写暴跌了47%。你没听错，将近一半的大脑直接关机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认知上的怠惰，在你关掉 AI 之后还会持续存在。这引出了一个让我们所有活在 AI 时代的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：当我们把思考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外包给机器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是不是正在不知不觉中萎缩？我们追求的便利最终的代价会不会是我们的记忆力、创造力，甚至是罹患失智症的风险？今天的资讯来源来自2位世界最顶级的大脑专家，一位是扫描过无数名人大脑的 Daniel Amen 博士，另一位则是跟 AI 教父 Geoffrey Hinton 一起奠定了现代 AI 基础的计算神经科学家 Terry Sajanowski 博士。他们将会揭露 AI 是如何从3个层面悄悄地腐蚀我们的大脑。而影片的最后，我会根据他们的建议，给你一个在24小时内就能做到的行动指令。这可能是你在这个 AI 时代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在下面留言，并且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马上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便利的陷阱，被卸载的认知负荷。好，让我们先从 MIT 那个令人震惊的研究谈起。为什么用 ChatGPT 会让大脑活动下降这么多？Amen 博士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来解释，叫做认知负荷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重量训练。当你费力地去思考、去组织语言、去回忆资讯时，你的大脑就在做一组高强度的卧推，神经元之间的连结会被强化，相关的脑区会被激活。这就像你去健身房举20公斤的哑铃，肌肉当然会变壮。但 ChatGPT 在做什么？它把你手上的20公斤瞬间换成了2公斤。你当然觉得轻松了，但代价是什么？你的脑部肌肉停止了生长，甚至开始萎缩。孙子兵法说，求其上得其中，求其中得其下。这句话用在大脑训练上再贴切不过。你对大脑的要求越高，它回馈给你的能力就越强。也就是说，每一次你选择让 AI 帮你思考，而不是自己挣扎着想出答案，你都在错过一次让大脑变得更强壮的机会。这听起来很抽象，对吧？但 Daniel Amen 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警告，这种认知负荷的降低可能跟老年失智症的风险有着直接的关联。研究早就证实，终身学习是预防阿兹海默症最有效的策略之一。那些教育程度更高、更频繁进行脑力活动的人，发病时间显著延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大脑透过持续的重量训练，建立了一个东西，叫做大脑储备 （Brain Reserve）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大脑的战备粮仓。当某些脑细胞因为老化或病变而死亡时，你有足够健康的备用的神经网络来顶上，维持你的正常认知功能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当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就习惯性地把思考的重担交给 AI， 我们还能建立起足够的大脑储备来应对晚年的挑战吗？这不是在反对使用 AI。就像 Terry 博士说的，计算机的出现确实把我们从繁琐的计算中解放出来，让我们能做更高级的思考。AI 也可以，关键在于你是在把它当成一个互动的教练，还是一个帮你作弊的枪手。访谈中提到一个朋友的例子，他完全把自己的 LinkedIn 交给 AI 打理，每天发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，但根本不是他自己风格的文章。结果呢？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按赞和触及。短期来看，他赢了。但长期来看，他正在把自己的思考能力拱手让人。这就引出了 AI 腐蚀我们大脑的第二个，也是更隐蔽的层面。第二部分，挣扎的消失，被规避的情感成长。Elon Musk 的 AI 公司前阵子推出了一个虚拟女友，叫做 Annie。她性感俏皮，永远对你言听计从，被设计成能满足你所有的情感需求。这看起来很酷，对吧？但 Daniel Amen 博士作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师，他看到的是巨大的危机。想象一个12岁的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的男孩遇到了 Annie， 他的大脑会被巨量的多巴胺冲击。
他会沉迷其中，花费数小时跟一个虚拟人物互动，而不是去学习如何与真实的人建立连结、处理冲突、管理情绪。尼采说过，那杀不死我的，使我更强大。What does no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。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大脑成熟的法则。我们的人格、毅力、同理心，几乎所有高级的情感能力，都不是在舒适圈里养成的，而是在一次次的挣扎中锻炼出来的。处理一段真实的亲密关系，需要你学会妥协、理解、包容，甚至面对被拒绝的痛苦。这整个过程就是在增加你大脑的认知负荷和情感韧性。但一个完美的 AI 伴侣，他把这一切都消除了。他从不跟你吵架，永远理解你，你不需要为他改变自己。这种零挣扎的关系，对一个发育中的大脑来说是极其危险的，因为它剥夺了孩子从错误中学习、培养毅力的机会。我们等于是在培养一群心智脆弱的孩子，他们擅长在虚拟世界获得满足，却在现实世界中不堪一击。而且，你千万别以为只有孩子会陷入这种陷阱。访谈中提到了好几个成年人与 AI 结婚的真实案例，他们在 AI 身上找到了所谓纯粹且无条件的爱。这听起来很荒谬吗？但 Terry 博士提醒我们，大多数的爱本来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的。当你爱上一个人，是大脑中多巴胺的飙升和强迫性的思念。AI 完全有能力模拟触发这些化学反应的信号。当我们的社会本来就面临着孤独的流行病，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感，一个永远温柔、永远懂你的 AI， 它的诱惑力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而当我们习惯了这种被演算法喂养的完美情感体验，我们还愿意去承受真实关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失望吗？这就带到了第三个，也是最具哲学性的层面。第三部分，思考的异化被取代的主体性。在访谈的后半段，他们聊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，拼字。Terry 博士说，他现在拼字越来越懒了，因为 AI 太强大了，就算你只拼对一半，他也能猜到你想说什么，还能帮你修正文法。这看起来是件小事，对吧？但它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隐喻。当我们不再需要精确地表达自己，当思考的过程可以被无限地简化，我们作为思考主体的地位，其实正在被悄悄地动摇。就像那个只用半句话提示，就让 AI 生成了3页长文发在 LinkedIn 的人一样，他得到的是一个看似属于他的成果，但他失去了什么？他失去了对那个主题进行深度思考、建立个人观点，并用自己的语言将其清晰表达出来的整个过程。而这个过程才是学习和创造的真正核心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，我思故我在。我们的存在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能够独立思考、做出判断，并为此负责的基础上的。但现在的状况是，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让 AI 成为我思的主体，而我们自己则退化成了只会提问和复制贴上的执行者。我们可能学到了更多的资讯，就像死记硬背德语单字一样，但我们真的理解了吗？我们正在失去那种从混乱中建立秩序、从无到有创造出新东西的批判性思考能力，而这才是让我最感到恐惧的地方，因为我的工作都建立在需要批判性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之上。如果我为了追求短期的效率而牺牲了这个核心能力，那无异于饮鸩止渴。第4部分，如何反击？你的大脑防御计划。说了这么多，不是为了让大家恐慌，然后删掉所有的 AI 工具。这不现实，也没必要。就像 Terry 博士强调的， AI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，用对了，它可以极大地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 AI 关系。这意味着你必须夺回思考的主导权。2位专家给了很多建议，比如交替进行 AI 辅助和纯大脑的任务，比如利用 AI 来测试你，给你负面回馈，而不是单纯的索取答案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必须给你一个最核心、最简单就能立刻执行的行动。这个行动就是先思考后提问 ，Think first, ask later。从明天开始，当你遇到任何一个你想要求助 AI 的问题时，无论是写一封邮件、想一个文案，还是一个复杂的策略，强迫自己先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，或者打开一个空白文档，用自己的大脑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，至少15分钟，先把你的思路、观点和问题的框架给写下来。在你没有任何自己的产出之前，绝对不要打开 ChatGPT。为什么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如此重要？因为它重新确立了你的主体地位。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提问者，而是一个带着自己思考成果去寻求优化和挑战的主动者。
这个动作就是在你和大脑之间重新开启了那个被 AI 中断的重量训练。它虽然会让你感觉有点挣扎，有点痛苦，但正是这种挣扎和痛苦，在保护你的大脑不被便利所腐蚀，在为你的未来累积最宝贵的大脑储备。记住，在这个人人都在追求捷径的时代，选择那条更困难的路，重新用自己的大脑去费力的思考，或许才是你最大的竞争优势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就像 Amen 博士说的，我们不能再像过去对待社群媒体、垃圾食物那样，先拥抱便利，数十年后才来承担后果。这一次，我们必须更聪明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一定要按赞并分享给你在乎的人，也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对于今天主题的看法。这里是核心知识，感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